哦，改扮的不错。哎，等会儿见。还发热起红疹啊！难道是今日喜儿宴？刚才鲍主席见了宾客，招风受凉了。哎呀，快来人去请大夫！好了好了啊！是，婢子这就去。不哭了啊！就好了，不哭了啊！来了啊！哎呀，这太急人了，这不哭了啊！来了，夫人。哎，大夫，快来看一下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。喜儿宴府中宾客众多时，潜入我府中劫走我的孙儿，公然还留下字条，让我用虎符去换。还请主公息怒，来者不善，当小心应对。承志，你觉得到底会有什么人敢如此胆大妄为？镇西军刚从望州败北，离咱不过咫尺。崔家军的那位崔公子又亲率大军在左近，此刻这两家已然是对我们并州虎视眈眈的。镇西军丧家之犬，不足为虑。只是那位崔公子颇为棘手。现如今对方劫走了小郎君，又口口声声叫咱们把虎符放到城外的树林里，如若不然，他们会对小郎君不利呀。把假虎符送给他们。是。哎，你说还好我们住进来的时候，你扮作孕妇，否则这平白无故多出来一个婴儿，哭哭啼啼的，肯定会让人起疑心。哎呀，不对啊，应该是幸好你在山路上走不动路，我让你假扮孕妇，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名见千里啊？皇孙殿下还真是草蛇灰线，伏笔千里呢。哼，怎么又哭了？皇孙殿下，又该换尿布了？为什么又是我？因为你是名见千里啊。哼，哎呀，真是怕了你了。来来来，不哭不哭，来，不哭不哭啊！怎么拉这么多啊？主公，如何？主公，我已命人在树林严加把守，可是天都快黑了，却不见有人来拿虎符啊！没有人？是，在下恐主公担心，就先回来复命。主公，你说他们若拿不到虎符，会不会对小郎君不利呀？
你可得好好长大，这样才不枉我们皇孙帮你洗了那么多尿布啊！嗯，走，放火去。一会儿可要注意啊，千万别烧到这间屋子。知道啦。走。走水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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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水了，坏了，怕是敌人知道虎符是假的，来抢真的虎符了。快派人到南边院子夺回水龙，以防火患。现虽已知道真虎符在哪，但是看那院中不知设下了多少弩箭和陷阱，不能硬闯。我们先回去想办法。走走。主公，主公！没想到有人故意放火，更没想到有人把小郎君又送回到屋子里。幸好火势扑灭了，小郎君算是安然无恙。这是双管齐下、调虎离山之计。他们就是想趁着火起，府中慌乱，劫走虎符。若是他们真的来抢虎符，便好了。放虎符的南院机关重重，没有1800人，是闯不进去的。虽已知道虎符所在，但是戒备如此森严，恐怕难以窃取啊。既然不能暗偷，那我们就来个智取。以我扮作镇西军的使者，前去与韩立周旋，如何？不行，我们镇西军刚从望州大败而退，韩立对我们肯定不会加以辞色。不如我们扮作崔家军的使者，去与那韩立说道，只言要借到建州，便许以好处。韩立为人贪婪，你们崔家军威望极盛，他8成会答应。哼，皇孙你还真是诚恳敦厚啊！只要韩立派人去取虎符去建州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半道劫杀亦或是以假换真，都能够拿到虎符。如果成功取得虎符，那镇西军和我崔家军各取1州，我要并州。不如我们做个约定吧。谁先抓到韩立，亦或是杀了韩立，并州就归谁；谁先拿到虎符，建州就归谁。如果我既抓到韩立，又拿到虎符呢？并州、建州都归你，我镇西军绝无二话，反之亦然。好，那若是建州跟并州都归了镇西军，建州素来为东去和北去的要道，来日我崔家军商请借道过境，镇西军不得拒绝。反之亦然。击掌为定。公子，陈兄传回信来，终于在并州城极为隐蔽之处，发现了何校尉留下的记号。好，甚好。桃子，你去并州城，和陈姓会合，一同接应校尉。这并州是韩立的根本之地，此人生性多疑，我如果带着大军缓缓而来，我怕他会对校尉不利。阿离，兄长，你怎么来了？阿离，你出征在外数月，这当兄长的哪能不挂怀呢？这不，伯父啊派我去西山办点事，我就想啊，这西山离你如此之近，我就索性
带我的亲随啊，直奔你而来。你我兄弟齐心，共同杀敌，也好让伯父知道，他这个侄子也能建功立业，不是？兄长，你这是违反军令啊！阿离，你放心，我已派人快马加鞭禀告伯父，我相信伯父一定会答应的。而且你想想看，我那几千号人马若独自回去，这路上万一有个闪失，可怎么办？既已报与副帅，便扎营休整吧。这大军在此盘桓，不知你有何谋划呀？兄长，你既然是违背军令前来，就好好约束好自己的人马，不得议论军中任何事务。否则的话，就回副帅那里领受违令之罚吧。这个病秧子，敢跟我说话如此无礼！这个崔林，不过就是投了个好胎。我若是伯父的儿子，这整个崔家军早就由我统帅了。三郎息怒，那崔林自幼病弱，常年延医吃药，8成活不长。到时候大将军膝下无子，这崔家军不还是您的？做小伏低这么多年，眼下局势动荡，我实在是等不及了。三郎难道是想……我之所以屈尊跟着崔林，便是要见机行事，一举将崔林还有那个何孝文一并拔除。两位是奉崔公子之命前来，想要为崔家军借道建州。是，还望韩公成全。好说，好说。不过京中孙大都督素来严令我守城，若我答允借道，恐怕孙都督会治罪于我呀。既然来向韩公借道，我们崔家自然也准备投桃报李。哦，并建2州，商贾云集，多往我们崔家所在平凉、魏阳贩卖绢品。只要韩公答允借道，那么日后我们便不征收并建2州商人的绢税。光是这个税款，我想韩公心里自然会明白其中的好处。两位远道而来，今日时辰已晚，不如在我府中用一杯薄酒歇息歇息。公子率军就在左近，我们不便久留，还得尽快回去向公子复命。好，二位且宽坐，待我等商议一下。什么呀，二高，你们镇西军打仗怎么这样古怪？天都快黑了，大家伙就在王州城外喂蚊子啊！查尔兄弟说了不让咱们来，你非得要来。既然来了，一切听查尔兄弟的。可咱们到底来干什么？你说其中的一名使者是崔家军中的何校尉，也就是说是崔公子身边赫赫有名的锦囊女何氏。
属下有一位良官，与崔家军素来有旧。适才我听闻崔家军派使者来此，便命他暗中查看，经确认，正是那锦囊女。难怪呢，我也正在琢磨这崔家军派来的2名使者，其中怎么会有1名是女娘乔装？原来是赫赫有名的锦囊女何氏啊！属下还听闻，此何氏女是崔公子的心腹之人，常常为他出谋划策。另1名使者，观之气度不凡，这般年纪有如此气度，我也正在心中猜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韩公如何行此大礼呢？崔公子微服而来，真令韩某惶恐得很呐！哈哈哈哈既然韩公已经道破了公子的身份，那咱们便以诚相待吧。韩公坐拥并建2州，果然是目光如炬。崔公子此次亲自而来，不管怎样，借道之事一定好商量，好商量。那便多谢韩公了。来人，在，赶快设宴，我当与崔公子痛饮3杯。好家伙，第一次打仗这么带劲啊！比劫富济贫带劲多了。是啊，就是当土匪哪有当官兵好玩啊？就是啊。振西，振西，我回来啦！撤！兄弟们，随我一起夺回望州！夺回望州！有症状，999感冒灵，暖暖的，很贴心。邀您观看精彩剧集。崔公子，这舞蹈如何呀？自离故地，一路兵戈风尘，久不见歌舞。此时此景，真当得起太平富贵4字。哈哈哈哈哈！公子过誉了，崔公子折节下交，韩某感动得很呐！哈哈哈！崔公子，且宽坐。后堂有些许小事，韩某去就回。韩公请。孙大都督遣贵使下降，又送来如此贵重的珍宝，韩某真是诚惶诚恐啊！大都督言道，韩公坐镇2州，直面镇西诸府逆贼，甚是辛苦，所以特命我从京都送来这些，皆都是大都督从内堂精心挑选的奇珍异宝，以馈韩公之功。哎呀，多谢大都督，韩某无功受禄，
实在是感激涕零啊！哎，韩公过谦了。不知节下可有大都督的手书或军命啊？这个自然是有的。哦，其实大都督此番遣我来，一来是知我与韩公乃是旧识，走这一趟正好也叙个旧；二来呢，大都督也是忧心战场上剑士无情，担心韩公的安危。哦，所以特命我带来这12位金甲卫士。主我命卫士们要日夜须臾不离韩公左右，务必要守护韩公周全。哎呀，大都督如此周到，恩重如山呐！韩某真正感激涕零，无以回报，唯有亲率守军，与那镇西军等逆贼拼个粉身碎骨，方能报答大都督的恩义呀！大都督此举，正是想逼主公与两家为敌，不然也不会派什么12名金甲卫士来此，说是保护主公，实则是想胁迫韩公啊！哼！孙敬自封为大都督，灭了李氏全族，还给我送了一份所谓的盟约。哼！彼时我只不过想敷衍敷衍他罢了，没想到还蹬鼻子上脸。主公，崔家的人可还在宴厅里，这件事情万万不可让孙敬的使节知晓。崔家人倒可以好好利用利用。崔乙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呵呵，没想到自己还送上门来了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公子，你醉了。我没醉，情形不对。公子，我扶您回去休息吧。崔公子醉了，扶公子去客房休息。公子且慢。崔公子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何必这么急着走呢？你们这待客之道，未免太过隆重些了吧？今日若留不下公子，我便交不了差，只好杀了这和氏女，向主公交代。行，我可以留下，但你必须放他走。请公子放心，像公子这样的贵宾留在我们并州做客，怕是崔家军上下都不会放心。自然要放这位何娘子回去，向崔将军好好分说分说，免得误会。公子快走，莫要理睬这无信小人。好，崔公子真是情深意重，爱惜美人呐！请公子放心，这里的门窗屋顶皆嵌有金刚，安全无虞，绝不容许有刺客来犯。牢房叫牢房，还说得那么好听。
怎么，这遍地锦绣，它怎么就不是绮罗香了？且慢，多备些热水来。我们公子素性爱洁，我要侍奉公子沐浴。行，我马上命人送上香汤。再多备些后毡，以防我们公子在沐浴时透风受寒。若是我们家公子在你这并州城有半分不适，我崔家大军必定踏平你这并州。后毡，给你拿。可以沐浴了。好。屋顶有人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水温正好，不如我们一起洗吧。等着。好了，现在可以说话了。笑什么？我笑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好像也跟现在差不多。是啊，你不知道那时候你有多凶，上来就要打架。胡说八道，明明是你先跟我动的手。胡说八道！不抢我珠子，我动手干嘛？什么珠子？哦，就那个破袋子，我早扔了。干嘛？难道皇孙此时此刻还想跟我动手啊？哎呀，说正事吧，你有什么打算呀？什么打算啊？当然是先想法子回趟崔家军，再来救公子你了。真的吗？
你回到崔家军之后，还会来救公子我吗？嗯？你干嘛？看什么？皇孙此头颅，可知无数正直。我怎么会舍得不回来救你呢？哼，你可真会说话，我好喜欢啊！太喜欢了。想不到这崔公子真是个怜香惜玉之人呢！啊，泡个澡还能洗出这种风情来。属下已经命人在那儿盯住了，只不过那何氏女着实是个机敏之人。她不仅用后毡遮住了门窗，还用后雾把地板内的窃听用的铜管给堵住了，怕是咱们的人呐，听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。无法无法。想不到这个崔公子居然还有闲情逸致、鸳鸯戏水，说明他果然不是寻常之人。崔乙虽只有这一子，却可第10子，有趣，有趣。干嘛？我想问你一句话。问什么呀？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名字。你不是知道我姓何吗？你们家公子平时怎么叫你啊？你问这个做什么呀？我当然是怕在韩丽面前露馅啊，我总不能叫你何氏女吧？你不愿意说，我就随便给你取一个。你能给我取什么好名字啊？以你的德行，肯定是要给我起什么阿猫阿狗的破名字。你还别说，你挺像阿猫的。你叫我阿锦吧。哼，又想拿假名字来糊弄我，我才不叫。不如我帮你取一个，叫阿道，或者阿珍也行。为什么是阿道啊？或者阿珍？自己猜哦。阿道，阿珍。你是不是在笑话我啊？2次假扮有孕的娘子，一次肚子里面塞着稻草，一次塞着枕头。我哪敢啊！那我的身世来历你都知道的一清二楚，我不过问你的名字而已，你都不肯说。我担心韩立起杀心，要是我被杀了，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，那岂不是很可惜？哼，好凶！我叫阿莹，是我阿娘给我取的乳名。阿莹，阿莹，这名字真好听。去那边看看，哎，请等一下。啊，这儿还有，来来。大哥，看，兵器收起来啊！兄弟们，新兵器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没事，给他。哎，小
裴将军，有个事俺不明白，能不能请教你？嗨，客气，说。哎，怎么稀里糊涂，镇西军就从望州撤出来？怎么又稀里糊涂，俺们又跟着小裴将军你一块又打回望州了？哼，这事儿啊，我和石七郎他商量过，如果说是敌人势大，那咱们就不能死守望州了，只有佯装撤退，然后在望州城中埋下暗桩。之后在他们的军粮还有饮水中投毒，然后传播消息，动摇军心，伤其根本。最后，咱们在里应外合，重新夺回望州。原来是这样，自然是兵不厌诈了。有道理，是不是长耳？嗯，那走进城。好，走。云长将军那边一直无消息传来，不知现下他和太孙如何？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。去看看江氏吧。太子妃，今时并非往日，还是不要再如此称呼了。是，萧妃娘娘。这几日身子如何？妾觉得还好，只是日夜担忧。不要忧心，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你，我已经想到法子了，不过还要等些日子，才能悄悄送你出宫。娘娘大恩，妾没齿难忘。快起来，你腹中怀的是太子的骨血，我自然要想法子保你周全。娘娘，此处不宜久留。我走了，有何事，你知道怎么找慎娘。是。公子，公子，桃子回来了。公子，可是有校尉的消息？是我和陈醒发现了校尉最新留下的记号，他进了韩立府。韩立府？校尉进韩立府必是有所谋。我也试过要潜入其中，可是守卫森严，我怕打草惊蛇，就退了出来。我先回来报信，陈醒留在并州城等待接应校尉。另外密报得知，孙敬遣来的使节也到了并州，据说是给韩立送赏赐来的，带来2大箱东西，还有12个金甲卫士。韩立这个奸猾小人，一直都试图左右逢源，各方都不得罪。桃子，你拿着信旗乔装进城，把这个信旗交给陈醒，让陈醒以崔家军使节的名义，好好见见韩立。切记，一定要见机行事，最好能够利用上孙敬派来的使节。若是韩立敢硬扣这人，那就要问问他，看看我们的大军答应不答应。这是今日新摘的话，主公说公子是个雅人，亦应衣食起居，切莫怠慢公子。这特意命我送上这些花来，供公子赏玩。多谢，真是用心了。不过你们家主公为何言而无信呢？当时明明说，如果我束手就擒的话，便放了他，为何不信守承诺？说，公子您这样说，可就错怪我们家主公了。我们家主公说了，公子您身娇体贵，再说我们这府上的下人都是些粗人，笨手笨脚，怕怠慢公子。这位何娘子是公子身边贴心贴意之人，留她在这儿，自然
便能侍候好公子。哼，你可真会说话。公子请便，在下就不打扰了。哎，不许动！你还挺悠哉啊。反正被困在这儿，闲着也是闲着。跟我来一局怎么样？好啊，那得有彩头才好玩。彩头？那这样吧，如果我赢了，你就把你头上的发簪给我，当抵我的珠子。那你要是输了呢？输了你就少分我一半粮食。谁说过要给你粮啊？让阶下久候了。见过韩公。我是大都督史坚，尔等胆敢拦我？韩公可知瞒着大都督，私下结交崔乙是何罪行？还望阶下息怒，在下正打算派人请阶下到此共同商议，这没想到阶下您这么快就到了。你就是崔家军的人，你们崔大将军遣你来做什么？韩公，我崔家军何校尉现在韩公府中，还请韩公请出，与我一见。崔家军何校尉在我府中，哪有此事啊？我崔家大军现已在并州城外，若韩公执意扣人不放，莫怪我大军入城寻人。韩公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镇西逆军当前，你不和崔家军联手抗敌，反而扣留崔家军的人不放，你这样欺压友军，我定要上报大都督。哎，阶下看您这话说的，我们这何曾有这等事儿啊？根本就没见过您说的那个何校尉啊！哼，你骗得过崔家军的人，可是骗不过我。后院客房守卫森严，连我等金甲卫士都不能靠近。崔家军的人，定是关在那儿。走，我带你去见何校尉。多谢阶下。不必，不必。我这就请崔公子和何校尉出来。公子，怎么样，撑得住吗？公子，公子这是何必呢？只不过是想请二位赴宴而已。若公子见了客人，必然欢喜。带路。主公，崔公子到了。
公子真是娇宠美人呐！今日欢宴一堂，韩某何其有幸。崔公子，这位是大都督前来的使节。久闻崔公子风采过人，今日一见，名不虚传。见过公子，崔家军现有数万人已在并州城外，任凭公子差遣。韩公留客不让我出城，这样吧，你回去告诉领军，让他们尽管杀进来，好让大家都见识我们崔家军的厉害。崔公子误会了，城外风餐露宿，哪里有像我府中这般安逸的？韩某只不过是想留崔公子在府中多住几日罢了。崔公子且宽心，大都督若是知晓崔公子在并州做客，定会让韩公派人好生护送公子入京。西长京是何等繁华之地，崔公子定会乐不思蜀。等我。我代大都督邀崔公子入京，崔公子如此目中无人，是看不起我们大都督吗？息怒，息怒！崔公子爱美人，不过少年心性。我可是大都督的使节，是同大都督出巡。你这般傲慢，是想谋反？阶下息怒，你有所不知吧？此何氏女，乃崔公子心爱之人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这位何氏女入京献舞，为大都督祝寿。阶下此话何意？可是羞辱我崔家军。他脚伤了，跳不了。今日不如由我替他为大都督献上一曲剑气舞。妙哉！哈哈哈哈！不意今日竟有如此眼福啊！来人，上剑！不必了，借韩公佩剑一用即可。崔公子有所不知，韩某这把剑乃君子佩剑，未曾开封啊。无妨，我不过是舞剑，又不是杀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公子说话风趣得很。哈哈哈哈哈！公子替我舞剑，我来抚琴唱歌，为公子伴奏。美人果然不负公子之恩呐！公子，请。Yeah.
家，佛的思如弦。满水。原璧归赵。崔公子这段剑气舞跳得真是酣畅淋漓，动人心魄呀！韩公盛情，能替韩公排忧解难，故其所愿也。如今大都督的使节已知晓公子在此，坚请相见。公子，如若这次落到了大都督手里，只怕是难以脱身。只盼公子大军在外，使节也是有所忌惮罢了。韩公的雅意我们知道了，不过你们家主公也太狡猾了，自己不愿意出手，反倒将这难题丢给我们。公子说笑了。我们杀了孙敬的使节，你就放我们走？我若是待韩公假意承诺，未免诓骗了公子。但公子若是杀了使节，何娘子可以回去？至于公子，还请在府上盘桓几日，待崔家大军退出60里外，定奉公子还迎。韩公，欢宴虽好，终有聚散。这回你是不是该信守承诺，让他走了？自然，自然。你这伤，回去之后一定要找大夫仔细看一下，别落下病根。嗯。走吧，我送你。你的彩头。哎呀，你说我这大好头颅，他若是没有了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为我哭。我可不会哭啊。
莹，公子，你脚怎么了？没事儿没事儿，一点小伤而已，不碍事的。你簪子呢？当时慌乱，不小心丢了，就没去找。可惜了，这是你从小带到大的心爱之物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再给你捻制一根。没关系，公子，丢了就丢了吧。是不是累了？我们回去好好歇歇。我呀，命人做了一桌的菜，都是你爱吃的。走。校尉的簪子去哪儿了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去的时候，校尉的簪子就已经不见了。你撒谎！那根簪子可是校尉的母亲留给他的，他就算弄丢了自己的性命，也不会丢了那根簪子。你是不是跟校尉一起隐瞒什么了？哎，没有，真丢了。校尉可懊恼了，是我拦着校尉不让他回去找的，太危险了。我信你才怪！还能再放吗？啊，可以，夫人真厉害！哎，这不会掉吧？不会，再高点！哎呀，你们看，飞得又高又远，真的好高啊，夫人！放吧。起来了！不会掉下来吧？真好高啊！起来了，真高啊！哇，夫人真厉害！哪来的纸鸢啊？就是啊，要不动了，小心！走。原来是你啊！真没想到，如今你还有这样的兴致。只是，你的纸鸢跟我的纸鸢缠在一起了，那就搅了吧。夫人既然这样说，那就搅了吧。哼，是。你干什么？我的这只纸鸢乃大都督所赐，不能有失，所以也就只能缴了魏国夫人您的纸鸢线，还望魏国夫人见谅。走。这个萧氏好生无礼啊！他以为自己还是太子妃吗？见到夫人您也不行礼，您可是大都督的正室夫人啊！萧氏不过是仗着从前与主公有旧，如今主公对他也有几分怜爱罢了。哼，这种朝秦暮楚、水性杨花的女人，我不跟她一般见识。娘娘，魏国夫人乃大都督正妻，娘娘如今处境尴尬，为何因如此小事激怒魏国夫人？要将身怀有孕的姜氏送出宫去，便要借魏国夫人之手才行啊。一把缺了口的钝刀，要是使用得当，也可以割开最严密的牢笼。
让我来看看你的伤怎么样了。哎呀，不碍事的，我都已经上好药了，包扎好了。行吧。不过后面几天咱们还要继续上药，不然留下病根可就不好了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对了，桃子，这一次我见到了那个皇孙李逆，就是之前在山寨中你想一箭射死的那个人。是他呀？你之前不是跟我说那个李逆应该是镇西军的幌子，8成是个一无是处的草包吗？之前倒是我想错了，这个人精明厉害，十分能干，还特别聪明，倒是我们呀不能掉以轻心了。真没想到这李家居然有这么出色的子弟，之前倒是从未听闻。再厉害又怎么样？比得上咱们校尉聪明能干？就你嘴甜，我不在的时候你又吃什么了？他们做的猪肘子给我吃。想不到这崔公子真是一个多情的人，眼睁睁看着和娘子走，缠绵缱绻，真是可悲可叹呐。英雄少年，未免多情。主公，主公，城外送进来一封信，说是崔公子写给主公的。崔公子，崔公子不是在咱们府里吗？去，是。公子，校尉来了。阿莹，我说我去你的营帐，免得你受了伤，还要走动，小心。不打紧的，都是皮外伤。既然在军中，还是我到公子帐中议事比较好。按规矩来。万幸啊，你现在平安回来了。对了，现在的形势，你怎么看？这回镇西军虽然夺下了望州，但是如果没有并州跟建州，他们也无法再向潼关靠近一步。至于西长京，更是遥不可及了。你所言甚是，我也是这样想。我是觉得，既然大军在手，不如攻下并州。只要并州、建州在手，无论是那位孙敬，还是那位李皇孙，都得看我们崔家军的眼色。公子，这回我倒是见到这个李皇孙了。其人不可小觑，而且是生平罕见的对手，倒是咱们要注意防备了。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竟让你说出这样的话来！这个人虽然厉害，但是咱们呀也不是没有办法能够拿下这并州城。上兵伐谋，你有什么好法子能攻下并州？那位小裴将军不是在望州吗？咱们不如跟他先叙叙旧。可我们与镇西军素无来往，反倒因为军粮的事情刚刚才闹了一回。我担心他们不会轻易和我们联手，即使联手，我也怕他们会有异心。公子放心，我倒是有法子可以让他们答应联手，也有法子让他们不敢有异心。欺杀我也！这崔家的人欺人太甚！怎么了，主公？去把那个冒牌的崔公子立刻给我关起来！是。不，立刻把他给我杀了！带走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韩公，实不相瞒，我乃崔公子身边的伴读，受他之命来这城中与你商谈重要之事。怎料，韩公误将我认为崔公子，在何校尉的示意下，我只好将错就错，但我绝无任何欺骗韩公之心。我为崔家出生入死，却没想到今日被他们出卖，更没想到成为弃子。既然你知道自己是弃子，你还有什么用处？韩公，
既然崔家不仁，那我就不义了。我有一计，能解韩公燃眉之急。哦，我知晓崔家军日前劫了镇西军的粮，镇西军缺粮缺得厉害，对崔家也是恨之入骨。韩公不如派人前往望州，与那李皇孙商量商量，两军联手灭了崔家大军，韩公解围，镇西军得粮。主公，他说的也有几分道理。咱们的探子也对劫粮之事有过回报。我不过是一个被崔家舍弃的人，一无所有。只有韩公能够给我一线生机。韩公不如先派人去探探镇西军的口风。至于我，韩公要杀要剐，又不急于这一时。若是镇西军不松口，韩公杀了我解气也不迟。若是万一这计谋有效，我愿意追随韩公，任韩公驱使。把他押下去，关起来。走。把人带来了，把他关到这个牢房。小裴将军，找到十七郎了。是吗？在哪儿？崔家军派人来报，说十七郎在并州城韩立府内。他在那儿干嘛？我接着问，他就不愿意说了，说要当面见你，亲自来禀报详情。当面见我？什么人？是一个特别凶的姑娘。这个小姑娘是又会下毒又会打架，十分泼辣厉害的。见过小裴将军。免礼吧。我家何校尉遣我来见小裴将军。李皇孙的下落是我们崔家军送给小裴将军的一份大礼，以此来展示我们崔家军的诚意。说起来，这李皇孙和我们校尉也是颇有缘分。在这之前，我们家校尉救过李皇孙几次，这一次呢，也不忍心看他殒命，所以我们崔家军才愿意和小裴将军联手，一起救助李皇孙。是吗？我家校尉说了，我这么说的话，小裴将军80%是不会相信的。但是您可以遣人去并州城一探究竟，就知道我们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小裴将军，行。哦，我们家何校尉还说，如果我到的时辰没错，那这个时候并州城韩立府也会遣人来，有要紧的事与小裴将军商议。不知道是不是韩立遣人来了？哎，我说你这小姑娘怎么这么闲呀？真是韩立府遣人来了。是的。看，我们家校尉算无一策。十七郎，我带了很多人来救你。多少人6个。回去吧。又怎么了？我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总觉着肚子不舒服，闹肚子。赶紧回去吧。好。校尉，你真觉得镇西军可以联手吗？镇西军这个元帅李逆，可是我见过最聪明、最会耍心眼的人。
就算你把他全身都锁上铁链，装到箱子里，绑上石头，再沉到河里，一眨眼的功夫，他都能从河里冒出来，然后再笑嘻嘻地坑上你一把。这样的聪明人，当然可以与之共谋了。那你为什么笃定那个李皇孙就一定能够说服韩立请人去见裴元？哼，这个李逆最擅长的就是死里逃生了。我已经算准了，他一定会说服韩立，再给韩立设下一个局中局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利用他的局，来做咱们自己的局呢？你还真有几分本事。裴元居然答应了，说愿意与我们并州前后夹击崔家军。不过呢，他有一个条件，除了崔家军粮草归他所有之外，他还要借道建州南下。说实话，那裴元若是什么条件都不提，韩公反倒千万不要相信。既然裴元提出了条件，那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倒有8分可行。你说来听听。韩公可以假意答应借道，建州地势险要，韩公手中的守军可以借助地势以一敌十。待镇西军进入了霞洛谷，前后这么一掐，便可重创镇西军。先灭崔家军，后重创镇西军。届时，只怕是远在京城的孙大都督，也奈何不了韩公你。你读过兵书？我是崔公子的伴读，琴棋书画、兵权谋略，我都学过。不错，是个人才。韩公过誉了，生逢乱世，只求安身立命。我愿为韩公效犬马之劳。你的本事，我还得考教考教。委屈你，先回牢里住下。日后我真重创了镇西军，我会马上放你出来，让你做我的幕僚。谢过韩公。你怎么提到这个李皇孙就感觉怪怪的？哪里怪怪的？你好像恨他，恨得有点牙痒痒。那可不是吗？那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要救他？哼，这么有趣的人，死了多可惜啊！这倒也是，我还从来没听过你这样说一个人，更没听过你说任何一个人是你的对手呢。谁是对手？公子。没什么，在跟桃子闲聊呢。安阳，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。你母亲留给你的那只簪子，我知道，你丢了一定很难过。看，是不是和原来那只很像？真的很像。我亲手做的。来，我给你戴上。公子，原来那只簪子对我有着不同的意义。就算很像，我也不想拿其他的去代替它了。谢谢公子的心意，这一只我会好好收起来的。好。安阳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如意算盘。等我出去以后呢，我再找你算账。韩公让我来看看你，怕你在这儿心里委屈。多谢韩公，多谢吕先生，不委屈。我是崔家军的继子，承蒙韩公开恩，留我这条性命。
又肯听我几句谋划，感恩都来不及，谈何委屈呢？好，我就知道你是个豁达的人。今天我带了好酒，喝2杯。这酒真香啊！韩公的佳酿怎能不香？有道理。传令，攻城！咱们这次打仗啊，是骑马冲锋，比上次打望州还带劲。老三，你骑过马吗？我骑马那会儿，你还玩泥巴呢你。拿下并州，冲！冲！小的这就派人去打探，快去！是。来，咱们呢，先把这杯酒干了。以前都有得罪，往后啊，还要多多请教。请。好酒。我说兄弟啊，咱们也是相处多日了，可谓是相见恨晚呐。只是我不清楚，你这姓谁名谁，家住何方，又是因为怎样的机缘成了崔公子的伴读啊？来，说来听听。哎，这个嘛，说来就话长了，须得再等等才能细说。哦，这何以还要再等一等啊？什么声音？现在可以告诉你了，我叫李逆，排行17，先帝之孙，辽王之子，镇西军主帅，平叛天下，